人只是不经意间触碰了戒指上镶嵌的黑色宝石，周围的世界仿佛被瞬间逆转，时间倒流了整整57秒。This is crazy. 这一奇异现象立刻激发了他内心深处的一个大胆构想。次日，大山便带着明确的目的步入了老板秘书的办公室，并且手中还紧握着一把手枪。How about right now? Give me the combination. 时间瞬间回到了57秒之前，意识到直接行动的风险，大山决定调整策略。再次踏入办公室时，他试图以更直接的方式迫使秘书就范，却意外因情绪激动一巴掌拍在了钉子上，混乱中手枪走火，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第3次尝试，大山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方法，他直接捂住了秘书的嘴，这才终于成功获取了保险柜的密码。紧接着，他立刻触摸戒指。第4次，他没有再和秘书拉扯，而是径直走向了保险箱。Play the game, Renee. 感受到欺骗的大山气愤不已，他拿着抱枕放到秘书腿上，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Next time, it won't be your thigh, it'll be your head. And trust me, it is not pretty. Now tell me, what is the code to the safe? 秘书只好说出了真正的密码。听后，大山立刻摸向了戒指。再次回来的大山一边举起手枪警告秘书，一边朝着保险柜走去。这次总算成功打开了保险柜。Wasn't that easy? 这次大山没有再前往秘书的办公室，而是等待着对方下班离开。大山本以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可殊不知这枚戒指会给他带来多大的麻烦。原来这枚戒指其实是他在1个月前偶然捡到的，起初这并未引起他的特别注意，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餐厅中无意间触碰了戒指上的黑色部分，戒指颜色骤变，同时时间倒流，让他亲眼见证了事件的重复。经过多次试验，大山发现了戒指的秘密，每当它变为黑色时，便能操控时间倒退57秒，随之戒指也会进入相同时长的冷却期。这一发现让大山心生邪念，他利用戒指的力量，轻易地达成了一些个人目的，包括在情感上的轻浮行为。然而电视中偶然出现的赌场广告，再次点燃了大山心中对更大利益的渴望。这枚看似无所不能的戒指，实则是一把双刃剑，既赋予了他操控时间的能力，也让他陷入了无尽的道德困境与潜在的危险之中。面对经济上的拮据，大山心中迅速萌生了一个念头，随即他果断前往附近的一家赌场，直奔赔率最为诱人的轮盘赌桌。他首先用100美元换取了筹码，并毫不犹豫地将其全部押注于数字7上。然而随着庄家轻轻一拨，小球却意外地停在了15号上。15, black. 15. Good luck to you. 这次大山毅然决然地将筹码押注在了15号上，小球也不出意外地停在了15号上。How much did that pay out? That pays 3,500. 3,500. Okay. 然而胜利的喜悦并未让大山感到满足，反而激发了他更大的赌性。大山连续下注，竟奇迹般的实现了3连胜，这也吸引了众多赌客的围观。当筹码累积至3万美元时，他才悠然自得地前往兑换窗口。大山深知树大招风的道理，因此他采取了流动作战的方式，每天光顾不同的赌场，且每次赢取的金额均控制在3万美元以内，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然而即便如此谨慎，他的异常行为最终还是引起了赌场主管的警觉。就在他离开赌场之际，主管迅速采取行动。这次拿到钱后，大山转头就跑，心虚的举动导致赌场人员断定大山出老千，于是立刻追了出去。面对突如其来的追击，大山心生慌乱，立刻将手中的钞票抛向空中，利用这一混乱时刻成功逃出赌场。然而就在大山即将脱离险境之时， You're running a scam. Nobody gets percentages like that in roulette. All I want that money, so fuck you. 老黑走下车阻止了他们的暴行。赌场主管眼看对方很有实力，也是为了赌场的声誉，只好无奈离去。在一家快餐店内，老黑对大山能够连续获胜的秘诀表示了好奇。I tell you, it's just luck. That's it. Look. 眼看大山不愿说出实话，老黑便也不再强迫，因为他更看重的是大山的能力。于是他以公司的名义向大山抛出了橄榄枝，希望他能加入他们的行列。然而当大山得知这家公司的老板竟是西格时，他愤怒地拒绝了邀请，因为4年前他的姐姐正是因服用西格公司含有上瘾成分的止痛药而丧命。这段往事让他与西格结下了不解之仇。面对大山的拒绝与愤怒，老黑并未动怒，只是淡淡地递上一张名片，并表示如若大山改变主意，随时都欢迎他的加入。当晚，大山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一个复仇的计划逐渐在他心中成型。他决定利用这次机会潜入西格的药企内部，揭露其不为人知的黑幕，让西格身败名裂。次日，大山孤身一人找到了西格，未等对方开口，他便一拳挥出，以此宣泄积压已久的怒火。
Renton Pharmaceuticals could use a persuasive voice like mine to help this company regain some. 听着大山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西格也被大山的能力惊呆了。在得知了大山在轮盘赌桌上100%的胜利后，西格立刻认可了大山的非凡才能，并毫不犹豫地提出以100万年薪聘请他。然而在大山离开后，西格却秘密部署，意图揭开大山成功的秘密。次日清晨，当秘书引领大山进入办公室时，一个辣妹便突然出现，引起了大山的注意。And you are First day present. 监控前的西格本以为会有一场好戏，然而出乎所有人预料，大山竟然毫不犹豫地将辣妹请了出去。 goddamn Boy Scout. 随后，西格以团队建设为名，安排了一场前往迈阿密的旅行，目的地是他朋友经营的私人赌场。在那里，大山再次展现了其超凡的赌技，短时间内便赢得了高达1000万美元的巨额奖金。正当众人惊愕之际，小弟突然找到西格。 Nothing. All your eyes in the sky, and you got nothing. My team's been watching him from the second he walked through the door. Whatever he's doing, it's undetectable. Yeah, but still, you have. 然而，这时一名西装革履的男子突然闯入，并对在场人员发动攻击。 随后，男人又击杀了大山的女友。见状，大山急忙摸向戒指。等西装男再次到来时，大山立刻拿起酒瓶抡向对方。 Shit. 然而，当西格注意到地上的手枪时，这才意识到对方肯定是来杀自己的。大山是为了救自己的命，为表感激，他慷慨地赠送给大山一辆红色法拉利，并提出要带他前往一个特别的地方。在一家隐秘的小酒馆内，老板向大山透露了西装男背后的故事。原来，西装男的妻子曾是公司的会计，因药物成瘾而自杀。这一悲剧背后隐藏着公司内部的复杂纠葛。西格还告诉大山，这些机密信息都被严格保存，放在秘书办公室的保险柜中，并半开玩笑地邀请大山尝试破解密码。然而，谈话间，大山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而西格将他扶到了2楼的包间内，随即大山便失去了意识。西格则拿出手机拍下了一切，而这就是他用来控制员工的手段。当大山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身处于一间装饰粉嫩的房间内，他也意识到自己是被西格下了药。大山便迅速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然而当他踏进家门的那一刻，大山的喜悦瞬间化为乌有，女友的愤怒如疾风骤雨般倾泻而下，身上弥漫的浓烈香水味以及夜不归宿的事实，显然女友已经对刚刚发生的事心知肚明。两人的争吵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女人甚至怀疑大山进入西格的公司并不是出于报复，而是对财富和地位的渴望，否则他又怎么会救下西格？最终两人因此闹得不欢而散。目送女友离去的背影，大山的心彻底崩溃了。他决心采取最狠毒的方式将西格彻底击垮。于是次日一早，他便踏入了秘书的办公室，运用戒指的力量，经过一番不懈的尝试，大山终于成功破解了保险柜的密码。等秘书下班后，他迅速潜入办公室，轻车熟路地取出了保险柜中的秘密文件，那些足以摧毁药剂公司的犯罪证据。当晚，大山拨通了好友的电话，对方是一名篮球联赛的导播员，只要他愿意协助，轻轻松松就能吸引数百万观众的目光。大山计划在比赛前的大屏幕上播放药企的黑暗内幕，甚至还有他们杀害西装男妻子的残忍视频。看着银行卡里多出的1000万余额，好友便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篮球联赛的那天，现场的大屏幕上播出了震惊人心的真相，药企的种种罪行也被电视前的观众们所目睹。大山看到计划顺利进行后，便急忙收拾行李准备逃离这座城市。然而还没等他踏上车门，西格的手下便找到了他。Really don't have to. 当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西格也在策划逃跑。西格逼迫大山公开宣称视频是合成的，否则他今天就别想活着离开。就在这关键时刻，大辆警车也呼啸而来。西格见状，急忙命令手下起飞。可飞机刚刚离地，警方便一枪击中了侧边引擎，飞机瞬间起火失控。如果现在不降落，那么等待他们的将会是坠毁。大山犹豫之后取下了戒指，他知道只要自己轻轻一触，就能保住自己的小命。但在犹豫过后，他还是没有选择下手。西格看到大山盯着戒指沉默不语，便突然愤怒地伸手去抢。西格被眼前的一切瞬间惊呆，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翻盘的机会。Give it to me. Give it to me, asshole. We're going down. Don't you want to see your girl again? 然而大山对西格的行为不屑一顾，因为他知道57秒前他们就已经在飞机上了，戒指也改变不了这一切。随后更是主动将戒指递给了西格，但这时戒指正处于冷却期，无论西格如何触碰都没有任何反应。西格绝望地将戒指还给大山，并哀求他能赶紧启动。 Your pills, your company, you killed my sister. You deserve anything you've got. So if you die, I don't care. 绝望的西格冲进驾驶舱，试图寻找最后一线生机，但飞机此时已经完全失控，一头栽向了地面。然而大山却在空难中幸存了下来。这时，一个陌生的老头出现在两人面前，老头正是这枚戒指的真正主人，而大山能够见到戒指，也在他的计划之中。 I've been looking for someone with the aptitude to work alongside me, help me discover it.